新年快乐！我叫洋洋，每天看着妈妈研究多肉，我也变成多肉小达人了，所以我也要参与妈妈的影片，还请多多支持我和妈妈。你的沙漠玫瑰有没有不开花或者零星开几朵的情况？你的沙漠玫瑰有没有长得像一颗又细又长的豆芽菜一样？你的沙漠玫瑰有没有只有一个头，并没有枝繁叶茂的情况？养沙漠玫瑰的每个人都想要把它养成大象腿，都想让大象腿上面花儿朵朵开。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，那么每个花友都逃不过一个关键的步骤，那就是沙漠玫瑰的修剪。其实沙漠玫瑰修剪的目的，一个是为了多开花，一个是为了增加它的立体感。那么你会修剪吗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沙漠玫瑰修剪的内容的含金量很高，而且片尾有非常新潮的修剪方法，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一起开始吧。1. 修剪方法。花后修剪。在四季分明的地方，沙漠玫瑰1年能开2次花，一次在春夏之交的4、5月，一次在秋天的9、10月，当然夏天开花的也有，主要看你的养护功底。大多数花友的沙漠玫瑰能美美的开1次，甚至有些花友的沙漠玫瑰始终开不出花来。所以每次花后就是沙漠玫瑰修剪的好时机，将过长的枝条适当缩减，就会从剪口下方萌发新芽，这些新芽长起来就会开花。但也不是说每次花后必须要修剪，如果你的沙漠玫瑰枝条不长，株型也很理想，也可以不修剪，花后注意施肥浇水，有可能促成2次开花。打顶修剪。如果你的沙漠玫瑰比较小，修剪就可以随时进行，当枝条长到10厘米以上高度的时候，可以打顶促进分枝生长。如果顶端有1、2株枝芽特别长的话，要修剪的和其他植株一样高，反复几次，株型就能变得饱满，后期的开花量也就能上来。如果不打顶，枝条会长得很长而不分枝，想开花就很难。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打顶，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，那就是要注意观察最上端芽点的位置，选择芽点向外的地方修剪，这样长出的新芽就会向外伸展。如果修剪时的芽点向内，就会长出一个内糖枝，对株型影响会比较大。短节修剪。沙漠玫瑰进行短节处理，主要是控制植株的高度，当枝条长出以后，只需要留取3至5个枝条作为主枝，其他的分枝全部剪除。在修剪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密枝疏剪，将在生长的比较密集的枝芽尽量剪得疏落一点，而稀疏的部分就千万不要再剪下去了，这样才能保持平衡美。当主枝有2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短节，以减少养分的消耗。并枝修剪。在沙漠玫瑰的生长过程中，因为环境突变、养护方法不当，都会导致沙漠玫瑰出现叶片枯萎的状况。如果我们家里的沙漠玫瑰出现了叶片枯萎的状况，我们就要及时将病枝枯枝剪掉，不要不舍得修剪，全部清理掉之后才能有效地解决枯枝的困扰。另外，沙漠玫瑰修剪后会从剪口处流出汁液，最好用植物伤口愈合剂及时封口，不要任由汁液往外流，流出的可都是精华。如果没有植物伤口愈合剂，就用蜡油封口，防止汁液流出的同时预防伤口感染。修剪注意事项。修剪时间。我们在修剪沙漠玫瑰时，每年有2个时间是最适合修剪的，分别是在4月和10月，因为春季的4月份是沙漠玫瑰的生长旺季，而10月份是花期度过之后，这时候进行修剪对沙漠玫瑰的影响是最少的。修剪准备。先将需要修剪的沙漠玫瑰盆在一道桌子上，且垫上报纸，接着需要观察沙漠玫瑰植株，看看需要从哪里修剪，且标记出来。这里从几个分枝的地方，每根枝条的长度保持2厘米，修剪的位置确定了，用记号笔标记好。修剪过程。修剪前，先对修剪的工具、美工刀进行消毒处理，然后接着对准沙漠玫瑰需要修剪的地方，一刀切断，尽量保持伤口平整平滑。对于剪下来的茎秆，可以集中收集起来，后面可以用来扦插，培育新株。修剪后养护。
将沙漠玫瑰顶枝剪掉之后，盆栽要放到阴凉的地方，不要直接放在直射光下晒，需要遮光1周的时间。另外，环境要保持通风。关于浇水，修剪后4至6天后再浇水，这时候切口也干了。浇水时不要将水沾到切口了，避免伤口腐烂。将沙漠玫瑰茎秆切断后，在伤口处涂抹多菌灵粉末，避免切口感染，出现腐烂现象。从沙漠玫瑰植株上剪下的顶枝，可不要直接丢掉，可以将其集中收起来，先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，晾干茎秆的伤口。等伤口晾干了，然后把晾干伤口的茎秆插入河沙中，插入深度2厘米即可，不需要太深。扦插后需要浇1次透水，然后放到通风阴凉、温暖的地方养护即可。接下来耐心等待茎秆发根，在茎瓵没有发根之前，尽量不要去动扦插的茎秆，期间盆土要保持潮气。等到看到扦插的茎秆长出新芽，说明已经成活了。新潮的修剪方法，除了上面介绍的修剪内容外，现在还流行着一种做法，那就是当你沙漠玫瑰花后没有修剪，长得张牙舞爪，就可以在叶子落光、进入休眠时进行修剪，因为植物在睡觉，自然出事情的概率就小。听听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你觉得休眠期修剪是不是一种好办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以上就是介绍的沙漠玫瑰修剪的内容，如果有疏漏和错误，欢迎指摘。希望每位花友的沙漠玫瑰都能长成大粗腿，腿上开满花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，并多多转发，花花不胜感激。感谢粉丝的支持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